这里有天空之城的感觉。我们这次从福冈到长崎是直接搭电车，搭乘的是西九州新干线。西九州新干线是2023年开始通车的，但它目前只有运行从五泉温泉到长崎这一段。从博多到五泉温泉的话，则是要搭原本的特急列车。那之前来长崎的时候都是搭飞机，这次是搭电车过来，反而是有一种新鲜感。我们来到长崎的当天呢，刚好是元宵节。一抵达车站之后呢，就有看到很多长崎灯会的灯笼，整体的气氛真的很有元宵节的感觉，还蛮好的。这次在长崎住的饭店是今年1月才刚新开幕的长崎万豪饭店。那饭店本身就在车站的旁边，从车站出来走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看到饭店的入口。去饭店放了行李之后呢，就马上开始了这一天的观光行程。因为长崎是没有地下铁的，所以来到长崎我们就来搭乘他们的路面电车。因为历史文化的渊源，长崎有一种异国文化感。它其实是日本文化、中华文化和荷兰文化的交织。谁会讲交织啊？长崎非常有趣，因为历史的渊源，它集合了日式、西洋还有中华3种文化在这个区域。蛮有趣的，这边都是那个比较西洋的，然后隔一边马上这边有孔庙。那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长崎里面非常有名的哥拉巴花园，就是哥拉巴他的家。哥拉巴花园算是长崎市内蛮经典的景点，大家一定都会去。那哥拉巴花园它的地势比较高，但是非常棒的一点是，全部都有手扶梯可以搭乘，所以非常的轻松，就可以看到长崎市内很美的景色。好美哦！是画。每次我们来长崎的时候，都会跑一趟哥拉巴花园，因为从哥拉巴花园上面看到的长崎景色和长崎港的景色真的是非常漂亮。我们当天到哥拉巴花园的时候，还有看到一艘非常大的邮轮停靠在长崎港旁边。那边看上面很漂亮，然后很像画。你要比啊？那古拉巴是哪里人？古拉巴是哪里人？你不是说你来3次吗？Coco de Monday。意大利人。希腊。我也问号数字。本当かどうかも知らん。他其实是一个英国出生的叫 Glover 的一个商人，
到长崎这里定居。他定居的地方附近也有非常多的西式房屋，所以整体聚集起来就是一个格拉巴花园，蛮推荐的。原来误会一场，这才是格拉巴樱桃。是，你会跟我说，你知道樱桃是蓝色的，呢，它这样是圆的。那格拉巴花园的附近也有大埔天主教堂，然后还有一条短短的商店街。商店街里面有卖很多长崎当地的名产，可以走走试试。挂包很有名哦，长崎的挂包，还有布丁，还有蜂蜜蛋糕，这些都是长崎的特产。离开了格拉巴花园之后，我们第2站来到了中华街。在快到接近中华街的时候，就有看到非常多的灯笼挂饰，非常的有元宵节的氛围。那在中华街周围的广场都有摆出非常多的花灯，只不过长崎的花灯跟我们之前在台湾看到的花灯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的花灯都非常的复古，主题跟我们好像不大一样，我们比较像是会因为每一年不同的生肖啊，或者是学生创立的一些主题的花灯比较多，但他们的花灯几乎都是一些比较中国古典的传说啊，或是神明啊、古人啊这些主题。那在小小的一条中华街，其实范围并不大，但是有很多花灯的摆饰，加上很多游客，所以整体起来的氛围是很热闹的。几乎所有店家都在排队。除了中华街以外，还蛮推荐到附近的商店街走走。主要原因是商店街里面会挂满一整排的灯笼，看起来非常的壮观。长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景点，就是眼镜桥，它也非常有名。元宵节活动期间，眼镜桥附近也有许多花灯的装饰。那这一次我们来长崎住宿的是长崎万豪饭店，因为它是新开的饭店，然后又想要累积房晚，所以我们就决定来住长崎万豪。因为是新开幕，所以从1楼一进去，一直到接待大厅，整体都非常的漂亮干净。因为我们这次是前一晚才预约，非常非常的临时，加上因为是3连休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升等到太好的房间。最基本的房间，然后他帮我们换升到有阳台的，在楼是 lounge， 然后这只房间在12，位置是。又变到43的话，它1层楼的房间是蛮多的。如果是面试区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夜景。耶 ，open 进入，是双床房。哦，跟楼下大厅看到的角度是一样的。耶，房间内部是这样子。房型是基本房型，但是他有帮我们换到有阳台的，我就说应该是有一个是很类似的内装，但是是没有阳台的版本。那这次虽然是小小的升到就是有阳台房间，但其实我们是前一天晚上才订的，跟昨天荔枝一样。USB 有这种的，跟直接可以插那个 iPhone C Type 新的那种。过去的景色还不错，长崎的夜景其实很有名，可以期待晚上这边看会不会夜景很厉害。配色很漂亮蛮好看的。然后里面有空气清净机，然后来看看卫浴。
哦，它这里其实是个拉门耶，它这完全可以拉起来。这是拉起来的版本，打开之后就是这样，但是这里非常的宽，所以完全不会拥挤。它中间。然后后面浴缸的部分，大阪万豪有点类似，还有很棒的置物空间在这里。这样这边是洗手间。长崎万豪本身有附设行政酒廊，那它设的酒廊是叫 M Club 的酒廊。跟一般万豪饭店的酒廊不同的是，它的 M Club 酒廊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一开始下午茶的时段其实内容比较简单，只有一些小点心和饮料。到傍晚的欢乐时光开始，才有比较多的菜色可以选择。欢乐时光的餐点种类其实蛮丰富的，它有小笼包、炸鸡、薯条，另外还有一些甜点类。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吃到一个很类似炸年糕的炸番薯饼。整体的餐点内容，如果要当做晚餐来说的话，其实是还 OK。那隔天一早，我们就来到他的餐厅用早餐。因为长崎本身结合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关系，所以在长崎万豪的早餐也还蛮多中华菜色可以选的。前一晚在行政酒廊吃到的小笼包也有再出现，另外还有烧麦。我觉得整体来说选择还蛮丰富的，而且每一道餐点味道都还不错。因为中华菜色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整体印象非常好，就觉得很丰富，又有面可以吃，又有烧麦，原本的蛋料理也有，然后还有韩国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可颂松饼。正餐的内容一直到餐后的甜点，全部都准备得很齐全。长崎的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来到了军舰岛。这一次长崎的旅行可以说就是为了军舰岛而来。过去来长崎其实有了3、4次，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安排长崎的行程的时候，都没有把军舰岛给放进去。而这次我们就是为了军舰岛，才特别安排来长崎一趟。军舰岛跟军舰其实没有关系，它是因为外观像军舰，所以才被称之为军舰岛。它其实正式的名称叫做端岛。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是以采煤矿当做主要的能源。那军舰岛就是当时煤矿一个非常重要的采集据点。那因为能源从煤炭转换为石油之后，这个岛就没落了。那要前往军舰岛的话呢，要从长崎港搭船，大约要搭20-3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想要去军舰岛的话，一定要记得事前预约。我们这次算是很临时的预约，然后还好还有空缺可以预约到。即使参加了军舰岛的导览，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岛。它需要船开到军舰岛那边以后，然后跟长崎市政府去做确认能不能上岛。等到长崎市政府有正面回应后，才有办法上岛。到了军舰岛附近后，会先在军舰岛周围绕一圈，从各个角度看军舰岛的外观。由于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办法确认能不能上岛，所以他们会先在军舰岛的四周会先环绕一圈，让游客比较清楚可以看到岛上的建筑物，然后做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导览跟说明。初步的导览结束，确定可以上岛之后呢，才会安排游客上岛，然后再做更详细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算是蛮幸运的，当天是有上岛的。不过即使上到军舰岛，它还是有很多相关规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岛上是没有办法自由活动的，只能跟着导览的路线前进。其实很高哎、军舰岛给人的感觉非常像是一个时光隧道，它的建筑还有那个岛上面的遗迹，全部都留在了上个世纪。这个岛当时就是为了要采煤矿而被新建出来的岛屿。有一种就是过去只是在历史课本或是在网络上的资料看到的故事，却很鲜明的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感觉。军舰岛上面的水泥大楼是全日本最早出现的水泥大楼，比东京啊、大阪啊都还要早。因为矿工们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非常辛苦，但是薪水其实非常非常高的。家家户户生活在一个这么狭小的军舰岛上，却非常非常的富有。当时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电视，普及率是日本最高的。除了口头说明之外，还有给大家看一些当时留下来非常珍贵的一些照片。遇到台风的时候，岛上物资缺乏不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照片都诉说着当时的故事，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是一个还蛮充实的文化之旅啊。那因为不知道这些军舰岛的建筑什么时候会崩塌，所以如果有机会来长崎的话，建议是要安排一趟军舰岛的行程。它不能自由活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当时的那些高楼大厦现在慢慢都崩塌了，加上长崎是一个每年都会有台风来的地方，简单来讲，这个岛一半以上几乎全部都是危楼。这一趟虽然是很临时决定要来长崎玩，而我们在长崎也只待了大概24小时左右，不过却是一个非常充实的行程。我个人觉得有来军舰岛真的是来对了。很多人会想到长崎的话，第一个都想到豪斯登堡，但其实除了豪斯登堡以外，长崎还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观光景点值得来探访。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啤酒。